大家好，本节介绍瑞能字板系统针法色码。在瑞能字板系统中，所有的针法色码都可以在调色板中看到。在介绍针法色码之前，简单的了解一下痕迹的针床。痕迹分为前针床和后针床。一组针是指前床一针加后床一针。在字板系统中，一个格子代表一组针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格子包含一颗前床针和一颗后床针。前床针和后床针的相对位置叫做针位。前床针和后床针错开半针时，叫做针对齿及邻位。前床针和后床针完全相对时，叫做针对针及心位。瑞能字板系统中默认的针位是邻位。下面介绍基本针法色码。第一个基本色码为编织色码。编织色码有前编织、后编织和前后编织。看一下编织动画。首先，指针上升，旧线圈打开针舌；指针下降，旧线圈闭合针舌，旧线圈脱圈，新线圈形成。再看一遍。指针上升，针舌打开；指针下降，针舌闭合，旧线圈脱离，新线圈形成。这是一个前编织的动画。前编织的色码有1号色和8号色，后编织的色码有2号色和9号色，前后编织的色码有3号色和10号色。后编织即由后床针编织，前后编织即一组针都编织。可以看到，这里有1号色和8号色绘制的前编织，2号色和9号色绘制的后编织，3号色和10号色绘制的前后编织。编译后，通过编织模拟图查看编译后结果。可以看到，前编织只有前床出针，后编织只有后床出针，前后编织是前后床的针都出针编织。这是前编织的线圈状态，圈干在圈弧上面。这是后编织的线圈状态，可以看到圈弧在圈干上面。基本针法2：吊木。吊木分为前吊木、后吊木、前后吊木和编织吊木。看一下吊木的动画。指针上升，下降时旧线圈并没有脱离指针，新线圈也在针钩内。再看一遍。指针上升打开针舌，但是并没有退到针舌外。指针下降，旧线圈和新线圈都在针钩内。前吊木4号色和208号色，后吊木
为5号色和209号色，前后调目为14号色和207号色，编织调目为6号色和7号色。在打开的花样中可以看到4号色和208号色绘制的前调目，5号色和209号色绘制的后调目，14号色和207号色绘制的前后调目，6号色绘制的前编织后调目，7号色绘制的前调目后编织。调目编织可以通过色码里的编目图看到。编织模拟图查看编译后结果。前调目，后调目，前后调目，前编织后调目，前调目后编织。这个图为前调目时的线圈状态图。这个图为后调目时的线圈状态图。浮现，编织时直针不动作，可以用0号色和16号色表示。左边的图为前编织时浮现的线圈状态图，可以看到浮现被线圈压在后面。右边的图为后编织时浮现的线圈状态图，可以看到浮现在线圈的上面。从打开的花样中可以看到，用0号色和16号色绘制的浮现。从编织模拟图中可以看到，0号色和16号色没有出针，即不编织。翻针，前翻后或后翻前，即前床线圈转移到后床，或者后床线圈转移到前床。可以看一下动画。旧线圈退圈至弹簧片处，后床接住线圈，前床脱圈。色码100号色表示前翻后，110号色表示后翻前。编译，查看编织模拟图，可以看到翻针，前床翻后床，后床翻到前床。接下来介绍连接色码和不带连接的色码。1号色、2号色和3号色为带连接色码，
8号色、9号色和10号色为非连接色码。在非连接色码中，边目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叉叉。4号色和5号色同样为非连接色码。207号色、208号色和209号色则为带连接的色码。接下来看一下带连接色码1号色和2号色交替绘制时形成的线圈状态图如右一图。看一下动画。前编织翻针至后床，后编织翻针至前床，再前编织翻针至后床，后编织。可以看到带连接的意思即为自动翻针。当前床线圈遇到后床线圈时，自动翻针到后床。再看一下8号色和9号色交替绘制时形成的线圈状态，则是一个圆筒。看一下动画。可以看到8号色、9号色、8号色、9号色。8号色和9号色之间没有自动翻针，这就是带连接和不带连接的区别。带连接的色码会自动翻针，不带连接的色码不会自动翻针。落布织针出针，但纱嘴不未纱，那么线圈将会落掉。落布分为前落布和后落布，分别为15号色和17号色，即将前床的线圈落掉，后床的线圈落掉。二段镀木仅二段镀木的色码为227至229和250至254号色。假针的色码为184至187号色，通常用于止血针，有助于线圈脱圈。注意，例如假针为后假针时，则不能与后吊木同行；前假针时，不能与前吊木同行。分针，看一下分针的动画。织针上升，打开针舌，就线圈退至针干的弹簧片处。另一针床的直针上升，接住旧线圈，直针开始下降，导纱器未入纱线，形成一个新的线圈。另一个针床的针接住原来的旧线圈，这样就形成了分针。分针的色码为111和112号色。分针通常用在单面过渡到双面时使用。可以看到图中，前编织变为前后编织时用到111号色，后编织变为前后编织时用到112号色。
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